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尊敬的各位面粉们，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出大事儿了。今天咱们主要来讲两件事儿啊，一个呢是矩阵重启了，大家准备好迎接赛博朋克吧。那在节目最后呀，我依然会给大家指出这几天的财富密码。我相信你们前两天有看到面具人节目的观众，有跟上我节奏的面粉们，应该都赚到钱了吧？为啥呢？来看图，看。前两天强调的 Matic 这几天涨到的最高点是 2.579， 甚至好像还更高啊！这基本上有50%多的涨幅了吧？有跟到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赚到了吧？同样的，大家来看企鹅币 PEFI 啊，我之前是怎么说的？你把企鹅币最低点啊，也就是看到1.2美金。它最多也就是摸一下1.1美金多，然后呢就会反弹上去。然后我们来看啊，企鹅币这几天的走势，你们都看到了，最低1.14美金，和我说的摸一下1.1是相符的啊。然后呢来看啊，它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一夜之间又涨到了1.59，从1.1左右涨到了1.59，这也是50%的利润啊，50%的涨幅。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面具人前几期节目啊，对一下当时的时间点，看看面具人我是不是都是在企鹅币起涨之前给大家分享的，给大家了一个合适的入场点位。所以说呢，只要看面具人的节目，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啊，跟上我的节奏，那你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赚钱的。我不敢说你100%赚钱啊，总之呢，10次能让你赚个6、7次、7、8次，这是没任何问题的。不相信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推荐过的币啊，大部分都是暴涨翻了好几倍的，对吧？所以说呀，看面具人的节目，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是多么的重要呀！因为只有你打开了这个小铃铛，你才能够及时的收到系统的推送和通知，才能第一时间的看到我的节目。否则呢，错过了后悔，那你也不要来找我，你只能怪你自己，对吧？只有及时的收看到我的节目了，才能跟上致富商机。那好，讲正题之前呢，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啊，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C 机械类的蛋，以及500美金直接转账的大奖。如果说这两天有亏损的观众朋友们啊，那你一定是更要积极的转发面具人的节目了，因为看500美金能帮你回不少血吧，对吧？你转发的频率越高，你参与抽奖的这个中奖率也就越高。好了，来说正题啊。首先来讲一下面具人去年给大家的预测，老观众可能都还记得。我当时一直在强调，说了好几期节目，那就是全球右转独裁化、集权化，中国模式会得以全球推广。大家来听这个新闻啊。今天瑞士和法国央行表示，欧洲的首个跨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试验项目取得了成功，但是呢，他们不会立刻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CBDC， 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实验。实验什么呢？实验这个货币的监控性呀、安全性呀、所谓的可控性呀之类的啊。那么这个欧元还有瑞士法郎的 CBDC 啊，它是可以在金融机构之外批量结算的，并且呢还能进行赎回、转让，以欧元计价的法国数字货币或者是瑞士的数字货币进行商业的票据收取、转账等等等等。总之呢，你们现在涉及到的网银业务、现金业务，以后都有可能会被这个法国的数字货币呀、瑞士的数字货币呀、欧盟的数字货币呀给取代掉啊。那这个数字货币的性质跟中共的那个数字货币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中央它给你敲一串数字，想敲多少敲多少，键盘一撸，钱就来了啊，连印钞机都不用开动了。那同时呢，他们的央行也表示，这个项目呢，中央银行也是有为抵抗加密资产威胁的这一个考虑啊，是作为抵抗加密资产威胁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央行他们也是要靠这个数字货币去突破什么比特币呀、以太坊呀、企鹅币之类的这些项目，去吸纳民间的资产。
啊。为啥？因为你的钱都被这些私人项目吸走了，那国家的国库可就空了呀，对不对？那这些权贵们他们的钱袋子就会空了呀，对不对？啊，权贵们就靠老百姓的这些钱呀、劳动力而生存的，是吧？所以说呢，不光是中共要搞数字人民币啊，就连以民主、诚信、银行安全为标榜的瑞士。大家都知道瑞士银行是全球最好的银行，法国是全球最民主的国家之一，瑞士也是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可是呢，这两个国家却也开始搞中共的那一套了，弄什么央行数字货币，并且呢，明确的表示了，他们搞的央行数字货币是为了打击洗钱呀，打击这个非法犯罪呀，打击加密货币呀，等等等等各种理由而搞的。那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这种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以后是要上链的，是要侵占区块链的，并且呢，这些国家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老百姓的钱包、钱袋子，控制加密货币，控制你的数字钱包，控制老百姓的消费，就能控制他们的劳动力，对不对？控制了你的钱了，也就相当于控制了你的人了。这就是权贵们亘古不变的目标。就是奴役老百姓，压榨他们，获取他们的劳动力啊！钱这个玩意儿对权贵们可能来说，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等有了数字货币了以后，这些权贵们他们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啊！问题是老百姓没有这个权利，老百姓的生死存亡都是依托于政策的。你别说你有什么民主选票了，咋了？来，那个美国、法国、英国。民主不？瑞士民主不？都是全球最民主的国家之一。然后嘞，有没有选票？有呀。然后嘞，能咋嘛？还是阻挡不了嘛？阻挡不了这些什么数字货币出来嘛？央行的数字人民币、数字法元、数字瑞士，是吧？我告诉你，政府想要搞一个东西，它有10000种办法能实行。就像台湾现在，台湾人吃什么？台湾人自己能决定吗？决定不了啊。就这还跟那些什么民主大师吹的一样，说台湾是亚洲最民主的国家啊，台湾人民有权利，台湾人民倒是有个鸡巴权利嘞，我告诉你台湾人民有权利也就是能跟那个最烂的朝鲜中国人比一下能好一点点，这就叫有权利了殊不知自己被洗脑了，然后嘞，吃什么干什么去哪儿都不一定是自己能决定的蛋疼呀！就这台湾不也是要搞那个数字台币吗？数位台币是吧？怎么了？老百姓能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政府想要控制你，它可以通过教育、媒体、网军、水军社会楷模、意见领袖去带节奏，专门就骗这些傻子，先骗一帮傻子，然后让一帮傻子再去倒逼那些清醒一点的人，最后呢，所有人都变成傻子了。听懂了没？各位面粉们，面具人从前年到现在说的哪个预言没有实现我说过这个疫情会在中国全国巡回，然后就是不停的搞检测，不停的搞这个隔离，不停的撸钱，然后嘞就是削弱人权，实现了吧？我说的数字货币，我说的全球右转，中国模式全球推广，全球搞独裁割韭菜，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吧？我说过台湾人也别高兴得太早，台湾人的这个悲剧，台湾人的这个猪狗不如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了，来了没？连吃什么自己都决定不了，对吧？我告诉你们我再继续给你们预言，现在是区块链革命时代。这个理念就相当于你们可以去列比一下，同位对比一下就相当于你们在90年代没来得及赶上下海经商是一样的。这个区块链的商机你再没赶上，以后呀，我看这政府的数字货币、大数据集权、教育洗脑网军洗脑意见领袖、网红洗脑、明星洗脑，在这些数据化的、可量化的高科技形成的矩阵之下，你人活着还能否有自我意志，还能否有真正的自由，还能否产生自己的想法，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很多大陆的小粉红，台湾的这个绿区啊，他们的行为模式几乎都是千人一面。他们在面对同样的话题、声音、光线、图画刺激的时候，他们不管是100个人、1000个人产生的反应都是机械化的，一模一样的，就是量产机器人啊，谁也逃不掉。你以后的孩子可能也逃不掉，因为你就是底层阶级，那你就是要被这个矩阵控制、洗脑、批量制造，听懂了没有？所以说，各位还是赶紧抓紧这波财富机会，因为现在就是分阶级、分江山的时候了。你现在不爬上富人阶级、贵族阶级，那你就只能当底层、当韭菜啊！以后穷人想翻身，只能是越来越难了。听懂了没？以后穷人想闹革命、想翻身，可不像古代啊，抄起板凳、抄起板砖、抄起菜刀就能闹革命啊！以后你从你的意志上、心灵上、大脑上，甚至灵魂上，都已经不会存在自我意志了。你从生下来就是一个服从机器人，就会被引导啊！你看什么，你吃什么，你想干什么，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产生什么样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模式，都是可量化、可编织的。听懂了没？好，我们继续来看币啊。比特币依然在4万多，接近5万的部位徘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5天以后火币清退，15天以后币安清退，这是2个关键节点啊。一说到清退，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恐慌了啊，大家心里会想，哎呀，这一清退了以后，我还怎么买币呀？我还怎么炒币呀？我还怎么赚钱呀？这政府都能把人逼死啊！老百姓想用点小钱去翻一翻本，赚点零花钱都不行啊！真的是把人们的这些底层的上升通道都要堵死吗？哎，面具人，我想说，清退了你们也别担心。面具人这几天已经和一个美国的 OTC 交易所谈好了，这几天我会先让我的会员们陆续进场，毕竟嘛，我要给我的会员们一定的利润空间。然后呢，你们也都可以进来玩，方便大家之余呢，大家还都能赚点钱，大家敬请期待。如果说各位有想要提前进来的啊，提前占领一个利润先机的话，也可以考虑加我的会员，我的联系方式一会儿放在节目末尾啊。好，咱们继续来看比特币啊，比特币目前是在4万9的这个区域蓄力啊，准备向5万冲。虽然面具人我不建议大家碰比特币，可是这些新手呀、小白呀，一听到那些什么个大神博主呀、大人博主洗脑了以后啊，就会关心比特币啊，脑子里面只想着比特币，好像觉得这个加密货币千千万万，只有比特币能赚钱是一个道理。只有比特币能赚钱，别的币都是山寨币。面具人，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圈养这一个词没？圈养猪，圈养羊。我问你们啊，如果你是庄家，你是希望看到你的羊东南西北四散奔逃，还是希望看到你的羊被圈在一个池子里，被圈在一个羊圈里呢？来，你告诉我。面具人，我作为博主啊，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行业内幕啊。面具人，我有钱，我从来不给交易所打工。你们也知道，我不赚交易所的那些推广邀请链接呀，推广二维码，赚一点那个几块几十块钱的提成。老子我他妈有的是钱，我赚那些钱掉价，知道不？你们看的那些博主，天天说自己赚了几百万、几千万、几百亿了就像那个光头肥仔叫什么他妈的爷说自己赚了几百个亿了赚了几百个亿了，还你妈的赚那推广2块钱5块钱的提成呢？你丢人不？你修你妈的仙人来！我操你妈的，对不对？哎呀，面具人我从来不搞那些，而且呢，你们看我投资的时候，我连眼都不眨。塞拉我投了几百万，对吧？Axie 我投了几百万，你们都看到了，是不是？我都做视频了，对吧？截图区块链数据都可以查得到。我每个月还都给观众送钱。那些声称几百亿、几千亿身家的人他们送钱不？他们连他妈的100块都舍不得送，对不对？这就叫做实力所以说你们这些小白别让我骂你，
作为交易所，当然是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集中在一个数据库里面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才方便他们监测和量化控制。听懂了没？啊，虽然面具人我不建议大家玩比特币，可是就是那些傻逼新手就喜欢，哎呀，比特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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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坊、以太坊，好了，好像除了这两个币就没有别的币能赚钱了。来，面具人，我打打你们的脸。哎，我数一数啊，我推过的翻倍币 AXS 平头哥啊，这个蛋糕币啊，还有 Matic 企鹅币 AVAX 啊，这些币当中还不乏有翻了几十倍的。我问你们，这些币里面有哪一个是比特币，有哪一个是以太坊，对吧？你别管他们最近跌了，因为这几天跌了大家都跌嘛，对吧？但是你们去翻一翻我的往期节目，我是不是在他们涨了几倍之前就已经分享给大家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玩币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没必要当别人的韭菜给别人洗脑，知道不？好，我们继续来推理交易所的心理啊，以此就能推断出来接下来币的走势。站在交易所的角度来看，马上就要清退了，那清退肯定是要退钱的了，对不对？那作为交易所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愿意清退，不愿意退钱的。那这可怎么办？不退钱咋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清退之前，尽可能的多的亏掉这些用户的钱，让他们该爆仓的爆仓，让他们该割肉的割肉，对不对？所以呢，面具人我判断啊，15号火币清退一次，30号币安清退一次。为啥他们两家不在同一天清退呢？为啥？我个人预计啊，这俩会在两波清退之间做一些波段诱高，然后再割肉，再割韭菜。你看前几天已经大砸了一次盘了，对吧？清退了一些傻屌了，让他们彻底割肉退出币圈了，这个钱也不用还了，对不对？但是这远远不够，韭菜一定是要狠狠的割。你把韭菜割绝户了，还会有新的种子发芽的，听懂了没？所以呢，前两天狠割了一把，把比特币砸到了4万2，对吧？那这几天又把比特币拉到了4万9，看起来呢，4万9像是一个突破点，一个支撑点，一个充能蓄力点，对吧？大家赶紧在这个点位加仓啊！马上这个比特币一旦冲破了4万9、5万这个大关以后，就会一路的冲到6万、7万、8万、9万，然后再配合这些网军博主们去带节奏，然后大家就 FOMO 追高，追了以后呢，来15号清退之前再给你杀一次，杀完以后呀，好，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清退太可怕了，不敢玩了，然后再反向操作。15号到月底我再拉一波，让你们觉得清退完了应该没啥事了，币安也清退一次，可能不会造成啥大的影响了，因为老百姓们都适应了。所以呢15号以后再拉一波，拉完以后呢，币安就继续接盘，继续砸，再收割一波，完了以后大清退。清退什么呀？清退你妈了，清退，对不对？清退没有清退的了，没钱了，币都被割完了，币都被爆仓了，还清退个屌啊，是不是？大家一起都被插针插到投胎的亲妈肚子里去了。所以说这种强装的币，什么比特币啊、以太坊，被大庄家控盘的币，强力的机构、强力的数据研究智库都在里面。这种玩意儿面具人我不玩，因为庄家的套路太骚了。他们有大数据，他们甚至可以根据你觉得你预判了，你觉得你们这帮人想到了庄家的想法了，好，你们改策略了是吧？他就可以预判你的预判，他会根据你的策略再改因为你在明我在暗人家永远都是那一双大手掌握着你的命运。所以呢，面具人我和我的会员们，我们还是玩企鹅币，玩这些冷门的币，没有太多装的币，自然生长的币。这几天你看企鹅币它的 IDO 和竞技场马上就要出来了，那些都是爆拉的前兆呀。等它 IDO 和竞技场一出来，等它的 GameFi 一出来，那肯定拉嘛，对吧？
而且就算是现在他还没出来，做波段也不错，对吧？从面具人前面3、4个节目说到现在，这个企鹅币它都已经走了几个？是不是我当时说的 1.3 到 1.6 的这个波段，和当时我说 1.0 到 1.3 的这个波段是一模一样的啊？你们就可以掌握一下节奏。而且呀，这个币你放心的买，没有什么特别风险，因为这个币它的合约已经经过了专业机构审计，并且公示了的，它的合约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中心化特权，只有最基本的市场买卖和共识啊，愿赌服输，没有什么套路，知道吧？项目方也是不可能增币减币或者是撤池子乱搞的，因为他没这个权限。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买，而且呢，这个企鹅币它是雪崩链上的一个功能比较全的、设计理念也比较新颖的小明星项目，也算是一个头部了啊。所以呢，你们投资的时候怕什么呢？这个币我讲了有1个多月了吧，快2月了，哎，它出现过大跌没有？没有吧？反而呢，别人都在跌的时候，它还一直向上硬冲，为啥？因为有人买呀，有人喜欢呀，对不对？而且它冲了以后，它就能站住，为啥？因为项目方没办法兑水，没办法做老鼠仓，没办法撤池子，偷偷的撤币，偷偷的发币，听懂了没？所以呢，只要有人进来买，它就能站住。总之呢，我告诉你们，赚钱的方式有很多，不单单是炒币呀，还有很多业务能让你们赚钱呢。炒币的人，很多人啊，属于底层，属于那种韭菜心理，或者是懒于动脑的，别人说什么就跟风什么的，不愿意自己去学，不愿意去打开自己的眼界啊。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赚钱的办法太多了啊，不单单是炒币。我的会员们赚到钱没赚到钱，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问一问啊。现在甚至还有很多骗子冒充我骗会员的。那我问你，骗子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还不是因为面具人我有名气吗？对吧？来，你告诉我，你说那些个什么大神呀，这个光头呀，那个胖子呀，他们吹牛逼刷流量，再雇点机器人在底下刷留言，你讲的太棒了，讲的太好了，来，你让他给我拉个盘，你让他给我把 Axie 塞拉企鹅币给我推火，让我看一看啊！面具人，我让 Axie红遍了整个中文圈呀。然而呢，你看我刷不刷留言，我刷不刷流量，我靠的是实力，我这个人真实，听懂了没？我不喜欢搞那些，你讲的太棒了，我没你我活不成了，你是我的神呀，你是我的爷呀，你看那下面的留言一个比一个恶心，然后嘞，然后就把你套进去割你嘛，幸存者偏差嘛，是吧？你只是，如果说他这个东西只有100个人看，你就是那100个人当中的一个，是不？啊，那你就真的信了他有1万个人看了吗？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加我的会员呢？还不是因为跟着面具人我能赚钱嘛，对吧？我这周日啊，我的这个交易所啊，新项目啊，那边就会让我开始推广，那你们如果加入我的会员，你就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这个玩意儿究竟好不好，能不能让你赚到钱，你自己可以去考虑。同时呢，我新接的 GameFi 已经磋商结束了，准备随时开战。那面具人我推过的游戏不算多，但是呢，质量有多高，你们自己可以衡量一下。Axie 塞拉都涨了多少倍，你们自己可以去查一查，脑补一下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这种赚钱机会，那肯定是轮不到你的啦。如果说各位有想要参加面具人的早期项目，占领最大利润先机的话，以及跟着我布局精准的币的点位的面粉们，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啊！跟着那些博主洗脑吧，再见。